还记得这是哪里吗？这里真的是天花板级的风景。这次我又回到了这里。我现在来到的是新疆伊犁巩留县，这次我们也是应巩留县的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的邀请，来这边推荐一下它的一些文旅的产品，包括有一些农特产品和天然牧场。这个巩留县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，其实我以前拍过，它有2个非常著名的景区，一个是恰西景吧，一个是这库尔德尼，都在离这不远的地方，非常非常美的地方。牧场也非常漂亮，但现在秋天了，草已经黄了。哇，好起来了！看日阳，这是天山好牧场。我在这个牧场抓来一个本地的小伙子。哎，你是当地的是吧？是当地的呀，什么民族？我是哈萨克族。哈萨克怎么称呼你？我叫齐娜，你叫我小齐就行了。我问一下，这个骆驼。这个产奶就是特别珍贵，是这样的。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的双峰驼呢，它产奶量特别少，一般日均产奶量只有2到4斤，8只骆驼的产奶量加起来等于1只奶牛的产奶量。8个骆驼产的奶相当于一个奶牛产。对对。驼奶的口感怎么样啊？我好像没有。驼奶的口感是不膻不腥的，老年人的话喝驼奶的话，就是比较对自己的这种腿脚呀，或者这种上楼梯爬楼梯的这种会好一点。这边有多少头骆驼呀？这边我们相当于有上千头骆驼了，都是散养的，都是散养的状态。对，而且我们叫溜达骆驼，它想睡就睡，想吃就吃。对，所以说在草原上一个自然放养的状态去的。然后它喝的水也是咱们天山上融化下来的雪水，吃的草就是咱们这些草原上长出来的草。哎，那要内地人想吃这个，是不是只能吃奶粉了？是的，我们为了这个驼奶不宜保存，我们呢把这些新鲜的驼奶挤出来以后呢，给它做成了奶制品、奶粉，然后它保存的时间会长一点。然后包括我们这些骆驼驼奶都蛋白含量都远高于咱们这个牛奶的，我们被称为什么奶中贵族。哎，对。这个口感跟牛奶比呢？口感不膻不腥，咱们的驼奶喝起来反而比这些奶制品呢口感更加浓郁一点，奶香味十足，老人小孩这都可以喝的。喜马达西拉，欢迎到新疆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这种驼奶粉，我们驼奶骆驼奶。好的，这2天我也会在这个巩留县做一些直播，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他们这边的特产，非常希望大家到直播间来看一看。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伊宁非常著名的6星街。那前一段时间有一首歌叫《苹果香》，非常的好听，然后让这条街名声大噪。其实这个街区很多老房子5颜6色的，从空中看是一个6边形的。那现在已经进入深秋了啊，游客比较少，晚上很漂亮。我骑自行车逛一逛啊。红嘴燕啊飞回，芦苇随风摆，河对面的草来，今天在不在？那年我饮马来到了你的百丈房，我曾看到你弹着冬瓜啦，听过你把歌唱。单纯的相逢，平凡的晚上，我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傻傻等到了天亮。月亮坐着一张茂盛的羽毛，亲吻着晚风飘啊飘，飞到了我的心上。流行街里还传来发扬群声啊，阿里克森的面包风猎豹出炉了吗？
南园路像是世间上的故事啊，你让浪迹天涯的孩子啊，梦中回家吧。儿时的万花筒里有一个在飞翔，这让我想起儿歌和他心爱的当工厂啊，湖蓝色的云墙啊，我生命的愿望，我的妈妈在那里听我的，叫我永生不忘啊。心中有个地方刻进了你的名字，草原和古月菊花香都是我的歌。儿时离开你，正当我开始，如今往事远了，模糊了，我却忘不了苹果香。如今往事远了，模糊了，我却忘不了苹果香。这里是喀什，喀什是中国最西部的边陲城市，一座历史文化名城。很多人都说不到喀什不算来过新疆，大部分人来喀什都是去喀什古城逛一逛。其实在古城外也有不少地方可以转一转。这是喀什古城东门外的高台民居，这是喀什的高台民居。来过很多次喀什，之前这个高台民居一直在修缮，这次终于可以去参观了。这就是高台民居门口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建筑。和喀什古城热闹的人流相比，这个高台民居显然清静了很多。高台民居顾名思义，是建在高台之上的一大片维吾尔族民居。之前这里的民居建筑都破损荒废了，这几年经过了大力的维护和修建，现在又开放成景区，供大家免费参观了。这里的建筑也基本都是生土建筑，每一座民居都像是2层小楼，还有地下室。基本上每家每户的院落都不小，从建筑结构上可以说是冬暖夏凉。门窗都很漂亮。这里主要是供游客参观，好像没有什么原住民，但也有不少的客栈和这种非遗作坊，里面可以看到建筑的内部结构。很多院落的屋顶都可以参观。这里美丽的小巷子，有很多的这种作坊和工厂，各种各样的商品。越傍晚啊，营业的不多。这里的商品都是五彩缤纷的，非常漂亮。乐器，这个小店卖的应该都是乐器。
这里面是书法和油画的展示。其实这里的街道看上去就像是一幅油画，拍照打卡非常漂亮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喀什的高台民居。那这个高台民居的话，是聚集在一个几十米高的高台上，都是维吾尔族的黄土建筑啊，每家每户的，然后建筑非常漂亮。它每家每户有地下室啊，一层二层露台。现在这里面算是一个旅游区了，很多小店儿，拍照很漂亮。所以我来喀什古城的话，一定来这个高台民居看一看。这是个铁匠铺，这边还建了一个观景台，很多都是房屋旧址。上到了这个观景台，底下还在修。这个石艺雕刻品，高台旅拍人，很多人会选择这里来拍旅拍。像这种小门拍照很漂亮。总体来说，这里面不是很大啊，逛一逛的话，不到1个小时就逛完了吧。这是喀什古城的夜晚，雨后散布在古城的小巷中。现在已经是喀什古城的淡季了，游客不多。这里的街道晚上都亮着灯，湿漉漉的街道上也泛着金色的光，偶尔看到几个当地的小孩在玩耍。有一个场景叫转角遇到爱，不知不觉中还真的让我遇见了。这里就是喀什古城网红打卡地，转角遇到爱。很难得晚上没有游客。我在喀什，这几天我在喀什这边啊逛一逛拍一拍。那这几天我会在喀什直播，希望朋友粉丝能来直播间看一看啊。现在来到了喀什，这里是喀什古城，刚刚进行完一场盛大的开城仪式。我这几天就在喀什带着大家转一转啊，然后今天下午3点钟我会在喀什古城旁边直播，做一次新疆特产的直播，欢迎大家来直播间。好，现在来到了新疆的图木舒克，这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啊。如果不是这次来助农，我可能也很少会来这个地方。这也是新疆最年轻的城市之一，但是这个地方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所以它也叫唐王城。这个地方离阿克苏和喀什都不是特别远，在中间这个地方，所以有很多这个土特产品。这个城市还是非常特别的。有大漠、胡杨，一个很年轻的城市。我这2天就在土木舒克啊玩一玩、拍一拍，然后在这里面会直播一下。这里面有棉花地、有苹果园、有等等，会做一点直播。直播间见啊！